佛教徒的供养有反省在里面，吃了这顿饭，蒙受了多少人的恩泽，我要对人情有帮助，我要对佛法的弘扬一点点也好，就是尽心尽力。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供养是什么？佛教用餐前也要祈祷吗？我们这集要跟林老师来聊聊供养。那讲到供养这个词呢，我就想到我认识的很虔诚的基督教朋友，我在跟他吃饭的时候，他自己用餐前都会祷告。祷告应该大概有印象，基督教徒的祷告是讲什么话啦？就是简单说就是感谢有这餐饭嘛，要感谢他们的神这样。那我自己就好奇说，佛教徒会不会有类似的仪式，就是也有类似的仪式，说吃饭前要感谢什么对象这样。那我自己后来有上网查，就发现说佛教徒好像也会有什么供养祭或是供养咒这种东西嘛。今天既然要聊聊供养这件事的话，那我们就先请老师跟我们聊聊说，请问那个供养是什么意思？ 佛教呢，它这个供养啊由来已久，是，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佛教呢是在饭前的这种供养，那是跟基督教来学的。是这样吗？其实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教呢到现在已经差不多3000年了，那么呢基督教他们2000多年，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呢差了前后900多年。那么呢，如果你到佛寺里面去看，在佛寺里面要吃一顿饭没有那么容易，要念蛮久的一个经。对，就是呢有那种仪式的那种供养的仪式的。如果你到佛寺去吃饭，他有时候在过堂过堂佛教的仪式的我们以前讲过唱功，我最怕呢坐在那个唱功旁边吃顿饭他念很多很多的那些经，那么呢主持了一个小的仪式，他还要稍微训话一下。训话一下就讲一些话。我肚子饿得要命呢，看着那个香菇看着那些豆腐呢，我肚子里面咕咕咕咕的作响。我这样讲呢半开玩笑了。佛教的供养不是跟基督教去学的，佛教徒本来吃每一餐都会供养，那么呢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很好奇？刚刚主持人呢阿若也讲到了，基督徒他们呢是认为说有一餐，对不对？可以这样呢享受，应该感谢呢，那是上帝的赐予，对不对？他的赏识的，你才能够吃到这顿饭。那佛教徒他要吃饭的时候，有所谓的供养，要念几句话。供养佛，为什么？因为佛是我们的导师，佛呢他体悟了天地的道理，他告诉我们，让我们这辈子能够活得快乐，而且知道将来死了以后要去哪里。所以这样的老师值得我们尊敬，所以我们供养他。第二，供养法，法是佛所觉悟的道理，那太尊贵了，那就像医生所开出来的药方，那些药方可以治病，对不对？第三，供养僧，僧是佛的弟子的，因为佛已经涅槃了嘛，他已经呢不在这个人世间了嘛，所以只有这些出家人还这个世上，他就是我们见得到的能够当面来请教的老师，对不对？当然我们就要供养他了。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这个大家了解以后，我认为佛教的供养最有意义的就是供养一切众生。因为佛教徒他们认为有这一餐可以吃，不是只有你有钱就能吃。这里面涵盖了多少人的努力。有人像以前有人呢要有那种犁田的那种呢器具，还有牛只，对不对？还有肥料，还有地，还有水去挖那个菌沟，还要有很多的细菌。
来分解那些有机体，才能够稻苗能够长大，能够结成稻穗来让我们能够吃。所以一餐饭涵盖好多的因缘，这些因缘人事地物，我们都应该要感恩。土地你要感恩啊，有些地方是不能耕种的，如果你在某些地方，对不对？我们刚好这个地方，所以你要惜福，你要感恩。佛教的感恩涵盖的范围比较广，它不会像基督教，他们只有感谢上帝，只有一个上帝，可能呢你不一定有饭吃。只有佛，譬如说呢，佛呢，譬如说爸爸他钱给你，你不一定有饭吃。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在台风夜肚子饿死了，我到那个街道去买，家家都关门，根本没有开，没有人要卖，不是有钱就能吃到饭的。佛教认为说有钱还要有福报，所以佛教那种供养呢，涵盖着谦虚的心，不是我有能耐，不是我有办法，我就能享受一餐之美。这是佛教第一个想到，我要谢的人很多，太多了。第二呢，就是想到说呢，惜福。为什么？不要自己享受太多，还可以去分享别人。我自己行有余力，我应该来让天下的人也有饭吃。就像过去古诗上里面讲的了，说呢，我如果有钱呢，要呢怎么样建造呢？广建那种呢几百间呢那种华夏几百间，那么能够去庇佑呢天下的寒士，让他们都能够露出那种呢快乐的微笑了。古人就有这样的胸襟啊。所以呢，佛教徒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其实有发愿，其实有感恩，其实有惜福在这里头。了解。那我们现在了解，就是佛教的饭前供养跟基督教的餐前祈祷其实不太一样的，虽然都有这个仪式啦，但是对，它范围比较广。对。那个我常常也在佛寺会听到一些，比如说供养佛，对吗？像刚刚老师讲的供养佛、供养佛菩萨，那种供养是要怎么供养啊？比如说是用拜拜吗？还是鲜花素果，还是钱？刚才你讲这问得很好，佛教徒的供养涵盖很多的层次、层面，是不一定。你想香花水果，佛教讲到3界了，是其实到了色界以上了根本不用吃饭了，对不对？那么，譬如说我们拜那个祖先呢，里面讲的是你的用心、你的诚意、你的那种敬意、敬心呢，到最后还不是我们吃掉吗？对不对？是没错。所以呢，供养它的精神的层面的意义高于那种物质上的，不是你买了好多的好吃的东西，功德没有比较大，功德没有比较大。佛教徒的供养有反省在里面，比如说为什么我能够有这顿饭吃，对不对？要谢很多人。我为什么要吃这顿饭？这很重要的。佛教徒在供养的时候就想到，我为什么要吃这顿饭？如果我蹉跎时光，我浪费光阴，白活在这世间，那就白吃这顿饭了。我吃了这顿饭，蒙受了多少人的恩泽，我应该要报恩，我就应该自我期许，我要对人情有帮助，我要对佛法的弘扬能够尽到我一丝丝也好，一点点也好，就是尽心尽力。所以佛教徒在这里面涵盖的意义太多了。除了这个以外，你想想看，饭前合掌，这叫静心啊。有胃病的人，如果饭前能够这样合掌静下心来，胃病呢不要吃药就会好。你先静下来，才不会狼吞虎咽呢。你在那边呢念着呢，某一小段经文也好，念几句佛号也好，先让你心静下来，
这一点呢，我认为啦，它本身就是修行。你知道，我们都当过兵的，当过兵的时候还没有开动以前呢，我眼睛都是先看着那一块菜、那个肉或是鱼。10个人一桌，大家都看着，所以常常的一开动以后，大家的筷子啊，5双，10个人有5双，同样对准那块肉呢，大家嘣，全部一起到达。抢肉。对，这个呢就是没有供养了。如果有供养的话，供养完毕以后绝对不会噔马上到，一定会慢慢的来。甚至有时候来，师父你先哦，那个阿若你先来，你先来哦。所以这种饭前的供养，刚刚讲过了，涵盖非常多层的意义在里面。哦，那如果是那种念经的那种供养呢？有这种供养吧？我呢不反对。不反对。可是我个人呢不会啰嗦。不会啰嗦？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只有虔诚的合掌，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我就这样子。那底下我想起来，刚好想起来，是饭前供养很好。可是我曾经在国中、在高中自己的供养很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信佛教的人比较少。要光明正大在其他人面前这样。那有一阵子啊，信佛教不是很光彩的事，因为佛教被人家认为说很迷信。我那个时代啊，信基督教比较光荣。是比较有面子，是种外真的国来的因为我的那些教我英文绘画，一直到大学都是修女，都是神父。所以很多人，我的意思讲，就是他们都很和蔼的。比如说我在雄中的 Mr. Mill， 我这个政大的那修女的这个英文绘画的，他们都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他们知道我佛教徒也对我很好。所以呢，那个时代信基督教会比较有面子一点，真的。那佛教呢，因为呢那时候佛道不分，对不对？所以让人家觉得呢，你这个人呢好端端的念到政大，念到大学了，还信佛教。所以后来我才发了一个小愿，写的佛教的精神与特色，这也是从这边来的。那这里我要穿插一点，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参加佛学社了嘛，我后来也在自己的佛学社里面上台去讲经。在政大的时候，因为在政大大家一起呢，餐厅嘛几百人大家轮流这样吃，我都呢不管人家讲，我都呢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这样的。可是因为我这样的供养啊，我交了几个女朋友都吹了。真的，他们认为说你那么迷信，对不对？吃饭还要供养。所以但是后来我认为说呢，宁可失去了这个女朋友，虽然她长得很漂亮，我很喜欢，她离开了我会痛苦。可是我认为说呢，我应该忠于我自己的信仰，因为佛教里面这个信仰涵盖那么多的意义。我因此认为说，每一餐饭如果我都有供养的话，我会发现我时时刻刻都会提醒我要常常跟佛在一起，也不要离开佛的左右，要把佛放在我自己的心中。所以呢，宁可冒着失恋的痛苦，我呢大学4年我都有供养。了解。那老师，这个布施会等同于供养吗？布施是供养里面的一种。是。可是布施是给别人嘛？那供养是？供养呢，是我们用虔诚的，所以那个养呢，念养的意思就是，比如说《论语》里面就讲了，养狗养猫叫
养，皆能有所养。是说那狗了能够效那个犬马之劳，皆有所养。那么对于父母叫做呢，要孝养父母亲，对长辈啦，在念样啦。了解。那会不会有人说，就是会不会有个说法是说，如果不供养的话，会有不好的？没这回事，没这回事。佛不会那样的小气干讲，他也用不着你去供养他，对不对？供养完全是自己的事，跟佛都无关。透过供养，自己认为说佛是值得我尊敬、值得我学习的。我们叫学佛嘛。你供养他也没有用啊，你透过供养，你才会谦虚。你认为他值得我学，对不对？你才会呢，真正的平心静气、心甘情愿的来跟佛学，这意义在这儿了。那如果既然是供养是一种表谦虚的学习的心的话，因为你知道，宗教就有一种仪式，宗教了那么有的人呢，他不需要有仪式也无妨。那我是这样子。你需要供养的场合我都供养，如果有那一天我刚好手呢骨折了，没有办法供养，我就省啊，我用嘴巴念也一样，我用心里去想一样的。我们今天譬如说我们假设我们在录这个视频，其实就是在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啊？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对佛的尊敬嘛，对不对？那么对于佛法的那种的尊崇，法就是呢药方嘛，救济众生远离痛苦疾病的一种呢药方嘛，所以我们尊敬他嘛，对不对？僧就是一个弘法的团体，在佛的时代，在家人跟出家人是同样是佛的七众弟子，同样佛的弟子有在家有出家人，弘扬佛法不只是靠出家人，也要靠在家人嘛。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今天供养僧就是供养这整个弘法的团体，对不对？提醒我们要为弘扬佛法而努力，这是最好的供养。法供养第一在佛教里面供养很多种，金银财宝都是供养，说好话念佛也是供养，所有的供养里面法供养就是为众生悉疑解惑，解除他们的迷惑，把最好的佛法介绍给众生，就好像在苦海的众生，你给他们一条解脱的船，真理就是解脱的船了，能够让他们渡过这个生死海。 OK， 那这个因为佛教徒会供养都是吃素的人嘛，那吃荤的人也可以供养吗？那当然了你吃荤的人他在供养的话，如果是我了，我以前还没有吃素，我29岁才吃素是这么对，是那么以前我在供养的时候我比较调皮了。怎么说？我在供养的时候我都会讲说，佛啊，我现在供养你那荤的你就不要吃你就挑那个素菜我这里面有香菇有红萝卜OK， 我小时候调皮啦就这样想。我29岁我吃素以后我很高兴，为什么？我再也不会担心说佛呢吃到呢里面的一片肉就不会有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供养佛的时候常常提醒，佛是吃斋的，出家人也是吃斋的，很多的众生吃斋的，有很多你见不到的别他方世界的众生他们也吃素。所以我就认为说有一天我也一定要吃素。终于我原先是32岁要跟郭老师一起吃素的可是我提前了4年，我29岁，因为我怎么样？因为我看了弘一大师传，陈慧健先生写的，所以我就提早了。我以前3餐如果没有肉，我是吃不下的可是看了弘一大师以后，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想呢，我也应该要早一点吃素。吃素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呢，让自己的欲望少一点，让自己能够亲近佛呢，跟佛的距离短，因为佛是吃素的。我今天吃荤的话，你像我们今天呢，我跟学生他们出去
吃荤的学生他们就另外一桌，我们吃素的人就会跟我一桌。同样的，如果我吃素，我就跟佛同一桌了。如果我今天吃荤，佛他们做那个素菜桌，我只能坐在那个荤桌。所以每一次都过供养的时候，我就想早一点吃素，早一点能够跟佛长相左右。哦，了解。老师，你刚才讲说佛是吃斋的，菩萨也是吃斋的，应该这样讲啦，那个斋了哈，斋呢跟我们吃斋不等于吃素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什么叫八关斋了这一类的哈，再来讲那斋了啊。所以说呢，应该讲呢，佛呢他本来就是不吃那个众生的肉了。虽然有人讲说他呢出去托钵，人家给他什么东西他就吃什么东西，事实可能是如此的。可是在佛的话，他就认为说呢，他呢没有分别心呢，人家供养给他，他为了养活他这个色身，因为他没有吃饭他会死掉啊，在人间呢，所以他一定要吃饭。再说他们以前在印度是托钵，你总不能要求众生说你们全部给我吃素哦，对不对？所以呢变成说方便众生煮什么东西他就吃什么东西。如果你今天如果假设我是当时佛的弟子，我专挑那种呢吃肉的，因为我爱吃牛肉，我就专门的去那个牛肉的那一家，这就不可以的。佛教里面它是不分的，就是这样一直的托钵过去。那老师，你现在吃饭还会供养吗？会。是哦，因为供养本身在我看起来是修行，是一种自我的策力，自我的反省。所以呢，这里面呢，让我们呢每一餐每一饭都想到呢要跟佛在一起，都想到要尊重我们的老师，供养佛，就是呢对于我的师父，对于呢学问比我好的人，就算他99%比我差，能够指点我一句，能够指点我一样的，其实我哪一点的行为不好，他能够当面来指责我也好，指导也好，这样的人都值得我们给他供养。这个在中国上不是有一个一字师吗？一字，他学问比你差，可他在某一点上，他指导你这个字，让你免于杀头之祸。这样的人让你这辈子幸福，能够永保平安，这种人不是你的救星吗？不是就是你的老师吗？所以供养的时候给我们的意义，给我们的启发太多了。老师，那你可以示范一下，就是你平常怎么供养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会讲什么？就是低着头一样，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我跟我上网找的这个供养记是差不多的。这就没想到了。其实供养还可以呢，跟佛教讲的四重恩，报答4种重大的恩惠，你也可以联想到这儿来。你也可以读哪4种恩呢？国家的恩惠，我们今天要感恩呢，国家保护我们，就叫国家恩。那么呢，父母恩，父母的恩呢，天大地大了。我爸爸妈妈都走一样，我现在非常想念他们。我替他们做了几首歌，你知道吗？爸爸然后妈妈都国台语都有做，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里面去看。我每次唱我都每次哭了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不孝子了，常常忤逆了，不是故意去欺负他们呢，就是呢我行我素，以为自己比妈妈爸爸厉害那么这是父母恩还有众生的恩惠。众生恩呢讲过了，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的恩人。譬如说你今天的食衣住行，不需要社会上很多人的分工合作吗？对不对？当然众生恩。佛教的这个众生还不只是人，其他的有没有？所有的众生对我们呢可能也有恩情，所以我们要呢报答他们。那么所以呢上坡树中温我们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后，就是佛恩三宝恩。对，三宝恩也好，佛恩也好，因为佛
就是有人称它叫老师的恩惠了，报答师恩了。不过因为我们这个老师有世间的，比如说教你怎么样算会计、玩股票、做工程，这些呢是世间的老师的。佛呢是教导你怎么样真正断除烦恼，怎么样了结呢这些呢生死能够获得究竟的解脱的老师的。所以佛教呢，你在吃饭的时候也可以想到说，我应该要呢经常想到要报答这4种重大的恩情。天啊，吃一顿饭有非常多感谢的事情。是。那老师就是如果供养佛啊，供养三宝的话，那当然是没问题。可是有些人会供养鬼啊、神啊，那这些是怎么办呢？问得好。讲起来非常惭愧了。佛教确实有些咒语，比如说把一个豆豆可以把它弄成很多，是，比如说那些恶鬼或是地狱很多的众生，他们有时候你要供养他也吃不下。在佛经里面描述，有些众生他的这个喉咙呢是细的像针一样，小针块，你很好的什么肉啦，什么香菇，他根本吞不下。所以佛教要有一种呢咒语来本来呢改变一下，让他呢比如说呢扩张他的食道了那让他能够吞下。我林世民呢没有这个功力，我很惭愧，所以呢我从来没有去做什么施食了，布施的施了，食物的食，就是施舍这些食物给其他那无形的众生。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我常发现呢，轨道有轨道的菩萨来布施，地狱有地狱的菩萨他们来布施。那么像我呢，我认为说，我们只要布施给什么样人，孤儿院啊、老人院啊、救济院啊，对不对？那顶多是怎么样，猫啦、狗啦、山上的猴子啊，有没有像这种的动植物之类的。还有比如说有些呢地上有很多蚯蚓啊，什么东西的像我们这种，我们有时候可以的。蚯蚓有人觉得很奇怪，你怎么去布施，怎么去供养？如果你呢用那个热水直接给它倒到那个里面去，那些底下的细菌，很多的蚯蚓就烫死了。你给它倒了很多的盐酸，很多的肥皂水，直接倒下去的话，它们也毒死了。倒到土里面吗？对啊。所以佛教徒连这方面他也去注意到了。那么呢，以我来讲起来，就是说呢，我呢供养这以上面还是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对不对？那么呢，对于那些鬼啦、魔啦、地狱的啦、恶鬼，我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呢，我是认为说，那留给我们的师父去做吧。我们做一个在家的就是大家来讲的我们就是不要去烦恼这些，我们也可以不要去做这些，因为我常讲分工合作了，那些有别的菩萨来做，对不对？我们只做我们应该做、有能力做的事情，那就好了。那不就是皆大欢喜吗？那不就大家都功德无量吗？就是我们一般凡人就管好人间的事情就好了。对，佛法在人间管好自己跟人间的事。修行一切都在人间，供养也在人间。那我们这集供养就录到这里咯。谢谢。好，感谢林老师。希望这个好的视频供养大家，供养所有的海内外跟佛有缘的人，跟佛没有缘的人，也能够接受我们这个法的供养，视频的供养。好，谢谢。了解，那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拜拜。心细如素，不尽荤腥，最爱嚼菜根。我属甘咸，清新爽口，指甲常留香。心细如素，不尽荤腥，最爱嚼菜根。我属甘咸，清新爽口，指甲常留香。
血肉之躯，终身同根，曾遭山坡火刮，苦痛难当。天地万物与我并生，何人施虐多凄鸣？血肉之躯，终身同根，惨遭山坡火刮，苦痛难当。天地万物与我并生，何人家暴弑其肉？天地心怀，人亦不好，杀寸善念，此言是终身。天地心怀，人亦不好，杀寸善念，此言是终身。人之义，尽守着己心。合理之察，只在人保有一颗恻隐之心。恻隐之心，珍贵无比，成佛作圣依靠它。恻隐之心，珍贵无比，弘法利生用到它。天地心怀，人亦不好，杀寸善念，此言是终身。天地心怀，人亦不好，杀寸善念，此言是终身。心细如素，不尽荤腥，最爱嚼菜根。果蔬甘咸，清新爽口，指甲常留下。心细如素，不尽荤腥，最爱嚼菜根。果蔬甘咸，清新爽口，指甲常留香。心细如素，不尽荤腥，最爱嚼菜根。果蔬甘咸，清新爽口，指甲常留香。